我答应江一成的求婚了。什么？急诊新来的那个年轻医生跪在科室门口求了3个小时。他年纪小，死心塌地跟着我，我不能让人家没保障。那我陪你熬的这8年算什么？你不一样，你是我最放不下的人。只要你不挑破，我们照样是家人。霍谨言，我上了一整夜的夜班，最烦你这样沉默逼人。什么时候答应的？昨天中午，江一晨下夜班在科室门口跪着，所有同事都看见了。他知道我吗？知道啊。他不介意？他年纪小，没安全感。他红着眼说自己什么都不要，只想合法站在我身边。那我站了8年，站哪儿？谨言，8年不是白过，房子你还住着，生活也不用变，你也别把事情讲得那么难听。我终于听明白了，他所谓的补偿，就是让我继续住在这里，继续给他收拾屋子，继续照顾他胃疼熬夜值班后的烂摊子。从男朋友变成不能见光的旧人，他早就来过。江一晨胆子小，一个人在宿舍睡不着，所以让他睡我的床。你非要这么说？那是我们定情那年，我攒了3个月工资买给他的。他曾说这辈子都不会摘，现在他被摘下来，随意丢在盒子里。原来在他心里，这段感情已经被收进了盒子。2枚戒指成对的分开。他说等评上主治就换钻戒，后来他评上了主治，又说等买房稳定。买房后，他说等我妈点头。现在我妈点头了，他已婚了。谨言，我没想失去你，我只是先安顿江一晨，他离不开我。你不一样，你成熟，你。清曼，喜糖和请柬样本我买好了，你看看喜不喜欢？他的衣服是去年冬天我咬咬牙给自己买的。谨言哥，你也在啊？那双拖鞋是我买来放在客厅备用的。这个款式还行，我觉得这个更喜庆。他们2个人才像一对真正的新人，而我就像个多余的家具。谨言，你要不要也看看？霍谨言，你发什么疯？霍先生，你母亲突然胸闷，血压不稳，请家属立刻过来。秦墨，我头晕，我昨晚没吃饭，可能低血糖。你先打车，我送他去急诊，很快过去。出租车上，我给他打了3次电话，没人接。签字吧，可能要临时上机，也可能要抢救。以后你妈就是我妈。他说我不用怕，他说医院的事有他。可真到这一天，签字的人还是我。朋友圈第1条是许清曼，发布时间是我打第3个电话的时候。谢谢大家。清曼说今晚请大家吃喜糖。我盯着那行字，手心慢慢凉了。清曼呢？他在抢救病人。医生忙，妈知道。你儿媳妇不是许医生吗？哎，她朋友圈结婚了，新郎不是你儿子啊？医生，医生！许医生藏得够深啊！你怎么把阿姨气成这样？那一刻，我很想把纸甩到他脸上，可我妈还在里面。许清曼，你哪来的脸？祁言哥，你别怪清曼，是我不好。这里是医院，别闹。我看着他手里的喜糖，突然觉得很好笑。他在救死扶伤的地方，给我的8年办了一场葬礼。我没闹，我只是当着所有人的面问你，你凭什么怪我？霍谨言，别影响工作。影响工作的是你，我妈在观察室，你在这里发喜糖。清曼，你这个月生理期是不是迟了？
新婚就有动静啦？奕晨可以呀。先抽血查一下。我妈还在观察室，她却让江一哲陪着她抽血。要是真有宝宝就好了。等有了孩子，我会给你一个像样的家。房屋居住安排协议，自愿搬离主卧。许清墨，你可真会写。那套房首付20万是我出的，装修款刷信用卡垫的，房贷每个月3000是我传给你的。房本上只有你的名字。你当时说医生办贷款方便，你说我们之间不分你我，这协议什么意思？让我搬出主卧？江一晨刚领证，还住宿舍不像话。主卧阳光好，适合我们备孕。我的20万呢？你打算怎么还？房贷呢？我每月转给你的3000呢？都喂狗了？8年感情别算得这么难看。8年感情，你跟我算感情的时候，能不能先把20万还我？坚哥，你放心，我不会白住。我每个月给你800，可以吗？800？你跟我开玩笑呢？你再这样，我只能先把阿姨转去普通病房。透析排气也不是非我协调不可。许清曼，你拿我妈的命威胁我。我只是希望你冷静。好，我会冷静到让你后悔。首付、房贷、装修。别闹大，晚上回家谈。景言哥，我有点不舒服，帮我加急吧。挂号缴费，排队。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们？这里是医院，不是你家客厅。这份样本你处理，全程记录，别经我的手。好的。江先生，您的报告出来了。快来人！病人晕倒了。霍主管，急诊那边说江一晨晕过去了，可能是高烧引起的肺炎。高烧？他刚才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霍景婷，你为什么要改他的结果？这不是我审核的，我的工号中午没在这台电脑上登录过。景恒哥，你恨我可以，可你为什么要害我？霍谨言，先暂停工作，配合调查，调监控，查登录记录。现在不是追究流程的时候，江一晨受刺激才会出事。一个根本没生病的人，怎么得肺炎？你现在跪下给江一晨道歉，我保证阿姨今晚还能用上机器。那不是我的。霍景婷，关于你涉嫌篡改检验报告，请立刻接受停职调查。请交出你的工牌。可以，但请你们现在封存监控、检验系统登录记录，遗弃原始数据。到现在还在推卸责任。霍景元，你够了！我没跪，也没道歉。你们要查就按流程查，所有人不得再接触相关资料。他平时看着挺稳的，没想到感情纠纷闹到报告上，太吓人了。等调查结果出来，造谣的一个都别跑。景言，景言，只要你认错，我能帮你保住工作。这是8年来我第一次觉得他很蠢。我不要你帮。床位紧张，许医生那边没有再确认协调。景言哥，你别怪清曼，她现在要陪我，我身体真的很不舒服。景言，回家拿户口本。拿户口本干什么？把你从许家这些烂账里摘出来。这一天，我没有在许清曼面前哭，却在我妈一句话里撑不住了。喂，沈婷。别怕，保留所有沟通记录，别私下见许清曼，系统溯源能查出来。如果对方用授权码登录呢？那就更要查。授权码不是万能挡箭牌。葱油面，那是他以前只肯让我做给他的，现在他学会了给别人。我以前穿这件睡衣时，许清曼总说太幼稚，现在他没说。先吃点。我看着那碗面，突然不难过了。
只觉得浪费。我要拿我的证件、电脑、病历资料。你先回房。青曼，我怕他骂我。你别再刺激他。放心，我现在看到他，只想报警。你的东西都在里面。资料呢？我妈的病历夹和医保资料呢？我先保管，免得你冲动大家议论准确。许清曼，立刻兑还我母亲的私人医疗资料。我为他，你非要今晚闹吗？立刻退还。律师会联系你。霍谨言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？你把我妈透析单甩出来逼我跪的时候，没觉得绝？谨言哥，你是不是非要毁掉我们？你们挺难毁的，毕竟一个敢投报告，一个敢装瞎。纪检已经锁定异常登录电脑，明天会调急诊授权码记录。这一次，我没有回头看那扇窗。家不是一扇门，门会换密码，证据不会。流程很冷，可比许清曼的怀抱干净。假报告审核时间，你的工号在几年阔另一台电脑异常登录。我听到这句时没太惊讶。那段时间你人在仪器室，监控已调取，而那台电脑曾使用急诊医生许清曼的临时授权码。授权码可能被江一晨偷看。你是否知道江一晨上周外院检查身体健康？霍谨言同志未参与篡改检验报告，即日起恢复岗位。之前还说极度成风，现在……霍主管，那天误会你了。误会不用奶茶解决，等正式通报。我们谈谈。谨言，我错了。江一晨太害怕失去我，他不是坏。只谈母亲资料、房款、名誉损害。那张外院报告我看过。什么时候？上周。他说自己最近不舒服，我陪他去查，医生说没有。所以你知道他没生病？我以为他只是撒娇，我不知道他会伪造报告，我也不知道他会说自己得了肺炎。你知道他没得肺炎，还让我跪。原来爱一个人真的会万劫不复。我只想有个家，为什么这么难？人还是别太咄咄逼人。年纪大了，也别欺负小伙子。年纪大这三个字在他们嘴里像一把刀，可刀钝的可笑。转发500，要不要一起冲？我自己做的可能没你做的好。谨言，我这几天睡不好。该睡不好的是被停职的人，是差点被断透析的人，是被你当众逼跪的人。对不起。对不起哪一件？直到这时，他才明白，这不是家务事，也不是我闹脾气，是他护着的人砸了他的饭碗。清欢，我都是因为爱你啊，你不能不管我。许清曼和我结婚是因为你年纪大，身体差的要命。我身体不行。江一晨，你造谣前不先打草稿吗？
他知道这几年我一直调理身体，我少喝咖啡，戒夜宵。我想过和他要孩子，他却用未来的孩子逼我让房。许清曼，从今天起，购房款、装修款、名誉损害、资料扣押，我都会走法律程序。我可以离婚。那是你们夫妻的事，和我无关。你真的不要我了？这一次，我没有等他跟上来。我妈出院后，我租了个旧小两居，楼道窄，墙皮掉灰，但我睡得比过去8年都安稳。不用听许清曼半夜回家摔钥匙，不用担心她胃疼，不用看手机等她一句今晚不回。盐少点儿，你自己多吃点儿。阿姨，记得按时透析。谨言，别太累。你还记得8年前脑梗住院的人是谁照顾的吗？知道。你爸康复后第一顿饭，谁做的？你当然不记得，你那时候在急诊轮转，回家就睡。谨言给你爸擦身、翻身、熬粥，自己发烧39度，还给你写职称材料。霍谨言不是你许家的护工，他也不是你想起就喊一声的家人。别让他脏了门店儿。谨言，我错了。我记得你怕打雷，能不能让我上来陪你？我确实怕打雷，从小就怕。过去每次雷雨夜，我都会靠在他身边。他嫌我占地方，却还是会伸手拍我背，那点旧温柔，像一根没拔干净的刺，不疼的时候忘了，一碰就出血。我现在不怕了。其实我还是怕，但我更怕重回过去。购房出资证据完整，可以起诉追偿，名誉损害也能做。走。谨言，我已经和江逸晨谈离婚了。律师，继续。房子可以给你，只要你别告我。我要的不是施舍，是你该还的。我今天上午办了，我和江逸晨离了。恭喜你恢复单身，但赔偿照谈。你为什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你领证时也没在乎我什么反应。江逸晨当初威胁我，他说如果我不给他名分，就去医院举报我收红包。你收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怕什么？怕麻烦，怕影响职称，怕被调查。他只是永远选择最省事的路，而我是他以为最不会闹、最能忍、最方便牺牲的人。那你现在怕对了。他说自己年轻可怜，只想要爱情。他说我利用职务欺负他，逼他离婚，还毁了他工作。我没先下场吵。针对江逸晨先生在网络平台发布的不实言论，本律师事务所已受册取证，将依法追究其名誉侵权责任。截图早被公证，我另案起诉名誉侵权。他还是个孩子。23岁，不是胎儿。你非要逼死他吗？那我们建议走刑事报案类局。最后江逸晨赔钱、道歉，离开这座城市。谨言，我们能不能吃最后一顿饭？我本来拒绝，后来想了想，有些话确实该说清。好，时间地点你定。2碗葱油拌面，以前总觉得你做的更好吃。我回到房子里，才发现冰箱里的药盒都是你分好的。换季衣服在哪儿？我找不到。我爸复查，我才知道预约号以前都是你抢的。我胃疼那晚，
翻遍抽屉没找到胃药。如果是半年前，我会心软，会想，原来他记得我的好。可现在我只觉得迟。他不是失去我才懂珍惜，他是失去免费照顾后才发现生活很麻烦。景言，我们能不能从朋友做起？不能。这辈子都没机会了吗？是。8年前，我爱上许清曼，是因为她抢救病人时眼里有光。后来她把光给了所有人，把阴影留给我。现在我不想站在阴影里等她回头。小伙子，你这碗还没吃，要不要打包？不用了，凉了就倒掉吧。他终于吃到了凉透的那碗面，只是这一次，我不会再替他热。被告许清曼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，向原告霍景言返还购房出资款及装修款共计32万6千元。喂，景言，是我们许家对不起你。您保重。清曼现在不太好。不好就对了，谁欠的谁还。你没良心，你毁了我！许医生，现在别提了。肾不好的人看不得你这么放纵。我今天替正义喝的。后来我妈透析稳定下来，她开始学短视频，拍自己做低盐菜。大家好，我是兰姨不放盐。300啦！我换了住处，阳台很小，但上午能晒到阳光。我买了一张小桌子，1盆葱，还有一个新的电饭锅。那天暂停你是流程需要，但我们没有保护好你。以后流程再严一点，检验报告不是谁哭谁有理。这次系统权限会全部整改。喂，沈婷，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先陪我妈好好过年，再考职称，再攒钱买一套只写我名字的房子。挺忙。忙点好，闲下来容易想起晦气东西。景言，我还是很想你。我今天煮了葱油面，还是没有你的味道。有些人不需要删除，放在那里，像一张过期缴费单，提醒我以后别再替别人付账。给我留一口煤啊！病人少吃油。你现在管我管得像主任。主任给你发工资吗？你套小房子，明天签。请问，原来住803的霍景言搬去哪儿了？他走前扔了好多旧东西，有戒指盒，有相册，还有一堆没拆的信。这回谁也赶不走你。我把不属于我的家退回去了。妈，见证人签这儿。事多。搬家那天，我在阳台种下第2盆葱，风吹过来，叶子晃了晃。我忽然想起那天晚上那碗被倒掉的葱油面。原来最先凉的从来不是饭，但最先热起来的也不该是别人递来的手，是我自己的日子。这一次，我自己就是家。许清曼到处打听你，问你有没有新女朋友，问你搬去哪儿了。沈婷，新来的那个顾青是不是老给景言带饭？阿姨，这您得问他。景言，你不能因为一个人把所有的门都关上。我知道。知道就行动。您现在跟领导似的。哼，领导管你升职，我管你活得像个人。对了，顾青明天值夜班，中午没法给你带饭。我又不是非得吃他的饭。那你别点外卖。今天中午的菜我早上提前做好的。你不是值夜班吗？值夜班也要吃饭，热一下。你几点起的？ 5点半。
你吃。我吃泡面就行。荷包蛋给你。霍主管，你是不是不会接受别人的好？这样行了。今天中午的菜：西红柿炒蛋、清炒西兰花，米饭上撒了黑芝麻。嗯。又吃外卖？食堂没菜了。以后我多做点。不用每次都。不是还人情。顾青，你在省一也是天天带饭？嗯。那怎么调来了？省一有个人不想再见了。霍主管，采集时间和登记时间对不上，差了2小时。做得对，暂停，联系急诊重采。我是检验科顾青，请核实并重新采集，按流程办。还有别的事吗？干得好。顺路，一起走。我前男友是省一急诊的，谈了4年，领证那天他在民政局门口没来，后来我才知道他跟科里3个女的都谈着。明天中午还是多做一份。好。别吃外卖了。小伙子，好久没来，你那个女朋友呢？分了。分了好，那姑娘不像过日子的人。景言，你最近好吗？还行。我上周去透析中心看见阿姨了，她没理我。你想让她说什么？我离婚了，房子也卖了，你知道吧？知道，每月8000收到了。你一定要这么说话吗？你想听是吧？霍景言，我什么都没了。你还有编制、退休金、稳定工作，我呢？我8年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被你换了。许清曼，欠我的钱记得按时还。你以前不会这样对我的。以前的我已经被你换掉了。你脸色不好。没事。你每次说没事的时候都有事。热的，没放糖，苦的刚好。欢迎顾青正式加入。霍主管，你带徒弟带得好，是不是该喝个交杯？我带过的实习生能做1多了。少喝酒。你管我？管你少喝酒不算管吧？顾青，霍主管可是科里最难管的人。是吗？我觉得挺好管的。谢谢你这段时间。你自己能力强。你的事儿，沈婷姐跟我提过，我觉得你挺厉害的，被伤成那样还没变坏。变坏太累了。那变好就不累吗？变好累得踏实。明天中午我多带1份。不用每次都。不是还人情。跟谁吃饭了？同事，女同事。总算有点人样了。明天早上我路过早餐店，要不要给你带豆浆？不用。好，带吧。谢谢。不客气，早点睡。跟谁发消息呢？没人。没人，你笑什么？吃水果，早上菜市场买的，便宜。你脸色不好。没事儿。你每次说没事的时候都有事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以前也老这么说。没事的，都会好起来。很甜。许医生，这个月的归档还没做完。我知道了。碰见他了？没有。他最近状态很差，病安室的人说他经常一个人坐着发呆。我不是替他说话，就是觉得好好的人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他一直是这样，只是以前没暴露。你住6楼啊？
便宜，搬家多累，累就累点儿，自己的地方踏实。小是小了点儿，但是自己的地方踏实。对，你们两个在门口聊什么呢？继续搬啊！本来打算结婚换新被子的，现在不用换了，一个人盖不用那么大。怎么了？气氛不对。没什么，喝水。院里组织去省医培训1周，你带队。顾青以前是省医的，熟悉那边，你俩一起去。好，省医你熟悉，帮忙带路呗。省医，你知道我为什么从省医调出来？知道你怕吗？不是怕，是不想见。公事，培训完就走。行。点了几个菜，以前值完夜班就会来。味道没变。你在省医待了几年？5年，毕业就进来。那为什么调走？就因为你前男友？省医太大，大到谁走了都没人知道。我想去个小地方。小地方好。好，人少，不用天天演戏。看见谁了？没有，就是不想多看。谢谢你陪我来。公事。不只是公事，你可以说是公事，但我知道不是。明天早上8点培训，别迟到，早点睡。你也早点睡。我会的，晚安。你是霍景言，我是顾青的前男友。顾青，他还好吗？跟你没关系。我知道，就是想问问，他有没有提过我？提过。说你在民政局门口没来，那天是有原因的，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。你脸色不好。碰见一个人。谁？周野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问你还好不好？你怎么说？我说跟他没关系。他跟你还说了什么了？全部吗？他说那天是有原因。有原因？那天早上他还在我床上说爱我，中午就不见人了。他另一个女朋友怀孕骗他的，但他就是信了，去陪他做检查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蠢？不觉得，你只是信错了一个人。那你呢？信了8年。那我们两个是不是都该长长记性？长了。培训完我们能不能提前1天走？能。怎么提前回来了？培训结束了，顾青让给您的。这姑娘有心。妈，您就别套我话了。哼，我还用套你的话呀？你脸上不都写着了吗？我想慢慢来。慢慢来就慢慢来，只要不是不来。对了，许清曼昨天来过了。她来干什么？送补品，我没要。她说想跟我聊聊，我直接让保安请她走的。以后她再来，您别开门，我处理。妈不是怕她，是怕你心里还有她。没有了。真的？真的。那顾青呢？我其实也不知道现在算什么，但我愿意慢慢去了解。行，有这句话就行。沈婷姐说晚上吃饭，你去吗？去，我去接你。好，6点。6点出门，现在5点，你可以开始收拾了。收拾什么？换件衣服，你这件穿了2天了。确实该换了。等很久了。刚到。你们俩怎么一起来的？我去接的他。哦，接的。你们两个在省医没出什么事吧？能出什么事？比如碰见前男友什么的？真碰见了？碰见了。周野。他跟你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问了个好。然后呢？然后我们就走了，提前1天回来的。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觉得有些人见了才知道自己真的放下了。景言，今天谢谢你接我。应该的。什么是应该的？对你好是应该的。上楼了，晚安。晚安。你刚才那句我记住了。啊？哪句？你知道哪句？景言，你周末有空吗？我想去买张床，现在那个弹簧都凸出来了。行，我陪你去。你不问问为什么要买床？你想买就买呗。你为什么要对我好？因为你值得。
这个怎么样？好看。这个好。那就要这个。这张是实木的，3200，我自己买。那借我的钱，你再还给我。霍谨言，你说这种话很危险。哪里危险？会让人误会你喜欢我。不是误会。那个床还要不要？要，我自己付。你刚才那句话是认真的？是。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你第一次给我带饭的时候。那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告诉你，我要留一手。顾青今天怎么一直笑？他心情好吧？心情好，他以前从来不这么笑。那也可能是今天天气好。霍谨言，你们俩是不是有事儿？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你别装。对了，许清迈申请调回急诊被驳回了，职称平稳暂停期间不能转岗，最少还要在病案署待1年。按制度办。沈婷姐跟你说什么了？说许清没调岗被驳回。谨言，晚上去超市一起吗？好。你要做面食？想学做葱油面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是因为许清迈也做葱油面？你连这个都知道？沈婷姐说的。她做的葱油面我不会再吃了。那我做的呢？你做什么我都吃。你一个人拆的？看了2面教程。你脸上有灰。哪里？不是那边，也不是那边。那你帮我擦。好了，谢谢。试试怎么样？刚好。谨言，如果我们早几年认识会怎样？早几年我还在等他，你还在等他，认识了也没用。也是，时机很重要。顾青，现在时机对吗？不知道，但我想试试。那就试试。说好了，试试。阿姨好，好，快进来。手怎么这么凉？警员，倒热水。小顾啊，你一个人住？我妈走了，我爸另娶了，不怎么联系。一个人多冷清，以后常来，阿姨给你做饭。阿姨，我做饭也行，你想吃什么跟我说。你会做饭？会一点，比我儿子强。霍主管做饭也不错的。你叫他什么？霍主管，在家里叫谨言。我们家谨言啊，是个很有责任心的男人。阿姨，我该走了，下周还来。好。紧张死我了。你看不出来紧张啊？装的，手心全是汗。我妈挺喜欢你的。真的？真的，她从来没跟人聊这么久。你回去吧。你先走，我看着你上楼。有事儿？谨言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我在上班，有事找我律师。就几句。说吧。我听说你有女朋友了。那是我的事。是顾青。许清迈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就是想知道你过得好不好。我过得好不好跟你没关系。谨言，我真的错了。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是你给我做的那碗葱油面。那碗面已经凉了，倒掉了，你该醒了。你的分期款按时还，其他的不要再联系。都听见了。没什么要问的。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回答的挺好的。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那碗面已经凉了，倒掉了。行了，干活吧。景言，你以后别跟他单独说话了。为什么？不是怕你怎么样，是怕他缠上你。我知道了。吃，凉了就不好吃了。院里搞质量改进项目，检验科和急诊科合作。谁去？
我去。确定？确定，公事公办。你真的要去？嗯。那我跟你一起。不用，我就要跟你一起。霍主管，你们检验科上次篡改报告那个事儿，调查清楚了吗？那件事的调查结果院办已经通报了，我没参与篡改，是你们急诊科的人盗用授权码。谈项目。刘医生，上个月急诊科样本不合格率12%，全院最高，项目目标降到5%以下。霍主管，大驾光临啊！刘医生，样本缺了3天，今天能补吗？我们忙啊，急诊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忙不是理由，流程规定2小时内送检，你们延迟了48小时。你这是在怪我？我在说流程。霍景言，你别以为院办还了你清白你就了不起了，你的事急诊科谁不知道？你知道什么？说来听听。刘医生，样本今天下午4点前不补齐，我会写进项目中期报告，投遭医务科和院办。拿院办压我，我拿制度压你。你做了什么？没做什么，就是说了实话。厉害，晚上请你吃饭。为什么？庆祝你学会保护自己。尽实话。尽实话。你今天去急诊科怕不怕？不怕，因为我没有错，错的是他们。你以前不是这样的，以前你会忍，忍下去会得癌，不忍了。那以后都不验了？不验了，有人帮我撑腰。谁？制度。你这个人，我以为你要是我。阿姨生日快乐！来就来了，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？不买对不起您的生日。要我帮忙吗？你出去陪阿姨，今天她过生日，你是她儿子，你得在。景言，顾青这姑娘，妈看着行。我知道。知道就抓紧，好吃。我怕太淡了。不淡，刚刚好。顾青，你一个人住，过年怎么过？以前就自己过，做2个菜看春晚。那今年来我们家过过。好啊。顾青，你以后打算一直留在我们医院？看情况，如果没什么变动就留。什么叫没什么变动？比如果结婚了，可能要考虑房子什么。结婚的事儿你跟景言商量，他要是欺负你，你告诉我。阿姨，他不会欺负我的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他是您儿子。你这孩子嘴真甜。你妈今天高兴。看得出来。她高兴我就高兴。景言，谢谢你让我来。我终于学会了你做的那种味道。学会就好，不用再发给我。景言，我能不能见你最后一面？就一面。许清瞒，保重，别再联系了。景言，谁啊？没谁，垃圾短信。好吃。真的？给我也盛一碗。听说你们在一起了，什么时候的事儿？为什么不告诉我？现在不是告诉你了？笑什么？沈婷骂我。该骂，你确实不够意思。那你够不够意思？我够，我把你照顾得好好的。兰姨不放盐，今天涨了50个粉丝。这就是日子，不需要回头，不需要原谅，只需要往前走。往前走，有人跟你一起。